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和李沁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播出，喜兔传媒真能冻结住吗？最近杭州喜兔传媒有限公司爆出一个惊天大料，公司决定通过财产保全方式冻结当红艺人肖战和李沁参演的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剧本。来龙去脉大致如下：喜兔传媒作为主办方与猫眼演出策划《陈情令》国风艺术展，但它并不是《陈情令》的出品方，于是找到相关权利人，也就是新派传媒，买了办这个艺术展的授权。这个国风艺术展其实差不多是办一场《陈情令》参演艺人与粉丝的见面会，类似一个 N 周年庆的活动。摊台面上讲，就是厚厚脸皮再变现一次《陈情令》和参演《陈情令》的当红艺人的流量。虽然有过度消费之嫌，但从粉丝角度来说，能花点钱见见自己爱豆的面，其实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但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的相关权利人并不仅仅是新派传媒，腾讯也是权利人。这个信息其实是早已公开的，但喜兔传媒居然傻到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在装傻。《陈情令》的版权实际分为两部分，魔道祖师版权和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的剧名使用权归新派，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的版权归腾讯。所以第一，如果要使用到电视剧内的要素，其实还应该找到腾讯，为办相关活动向腾讯支付一笔钱。如果腾讯不予授权，这事就办不成。第二，如果要请相关艺人过来演出，实际也要主办方去接洽艺人经纪，看看自己的报价有没有可能凑够到场的艺人人数。显然，第一和第二一开始就被有意忽视了。当然了，如果是别的剧，操作一次这样的 N 周年见面会，盈亏难定。但《陈情令》数据骇人，3年播放量99亿，确实存在继续变现流量的可能性。所以喜兔传媒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搞头的。但很奇怪，喜兔传媒事前为什么不好好算算？既然赚钱这么容易，而且新派传媒自己已经用同样的手法蹭了《陈情令》好几波流量了，为啥到了2021年要拱手让人呢？还有一点，对粉丝来说，喜兔传媒也不是啥好鸟。《陈情令》国风艺术展的票卖出去以后，因为疫情正好是接力封城的当口，以及无法协调艺人到场的原因，停办后赖着不退款。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有上当的消费者一波接一波的投诉，说喜兔传媒和协办方猫眼演出拖着不给退票，搞得影响很坏。2022年10月，喜兔传媒相关人员对外宣称向法院要求冻结了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剧本，谁播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就告谁。其实这个表态表演成分大于实际效果，因为早在2021年12月，喜兔传媒就已经因为《陈情令》版权问题起诉新派传媒。当时《梦中的那片海》还没开拍，如果采取财产保全措施，及时卡住出品方新派传媒，不让人动剧本，效果岂不是更好？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的拍摄时间差不多是上海封城的时间段，所以相比2021年12月，有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让喜兔传媒出招，为啥迟迟不动呢？非等到剧拍完几个月以后再要求保全？剧都拍好了，失去拖不起的节点了，突然想起来要保全剧本的使用权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喜兔传媒法务就是这么干活的吗？还有签授权合同时，居然可以不核实版权归属。有法律工作者猜测，喜兔传媒可能觉得这招本来就很容易为对方所轻松破解，所以爆一下这个料，也就为了恶心一下对方。还有呢，假设这个《陈情令》国风艺术展是借着喜兔传媒这个平台多方出资搞的，那么这样也算糊弄投资方的一个办法。说难听点，都有人怀疑喜兔传媒和新派传媒私底下哥俩好呢，否则哪有这么配合的？漏洞百出的签约过程和保全时机，居然那么多喜兔高管和法务会有选择的视而不见。
当然了，最无语的应该是梦中的那片海的主创人员，特别是肖战，当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所以啊，热度高，风险也高，多少资本正眼热他的流量，想分一杯羹。办这个国风艺术展，其实至少一半的目的是打消费肖战的擦边球。换言之，如果肖战愿意办个唱吃干抹净自己的流量，按现在的形势，赚个盆满钵满会有问题吗？但人家为了事业的长远发展考量，不乐意这么办，不是吗？国风艺术展这件事，喜兔传媒其实应该先落实好能出场的重要艺人，同时接洽新派和腾讯，拿下各自手上的授权。想想没肖战出席的《陈情令》国风艺术展，真办起来了，会有多高的热度呢？